中日外长23号在纽约的会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王毅表示，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把两国领导人的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也表示，日方重视日中关系，面对国际形势中不断上升的风险挑战，日中应保持各领域各层次沟通对话，包括协商解决好核污染水问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就在几天前，中日就核污染水排海一事达成4点共识，其中包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并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以及这些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实验室分析比对得以实施等。王毅在会见上川洋子时进一步表示，中方反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理所当然，日本既然同意接受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中国等利益攸关国独立取样监测，就应该说到做到，不要节外生枝。日本并没有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的在福岛地区呢，进行核污染水的排放的核查。虽然呢，这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在当地呢有所驻扎，但是呢一些活动，我想呢也是受到了一些方面的限制。王毅外长呢他所说的这段话，实际上呢隐含着中国对日本能不能够落实中日两国达成共识的一种担忧。外界注意到，此次王毅是应约同上川洋子会见，这也是两人继7月在老挝万象后时隔约2个月再会面。7月23号，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在访华期间也与王毅举行了会晤，并与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举行了会谈。23号，王毅还会见了黎巴嫩外长哈比卜，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说，无论局势如何变化，都会坚持站在正义一边，站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阿拉伯兄弟一边。我们高度关注地区局势发展，特别是近期黎巴嫩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坚决反对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王毅表示，当前局势是加沙冲突外溢的表现，中方的立场就是永久停火、全面撤军，切实落实两国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为最终平息冲突铺平道路。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此做出努力。哈比卜则感谢中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为黎仗义直言，并表示期待中方继续为在加沙和黎巴嫩实现停火发挥积极作用。当天，王毅还分别会见了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以及委内瑞拉、巴拿马、埃塞俄比亚和匈牙利外长。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共同组成。大会每年9月至12月举行一届常会，通常分为2个阶段，前段为一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审议列入议程的各项议题阶段。在一般性辩论中，联合国各会员国代表可以就国际问题发表各自看法。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持续至28号。分析认为，在中美竞争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日渐不稳定、气候变化和数字安全等议题迫在眉睫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发言备受关注。按照联合国官网发布的日程安排，美国总统拜登作为东道主将于24号发言，王毅则将于28号代表中方发言。而当今世界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的当事方，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等，也将在未来几天内发表讲话，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当地时间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并发表致辞，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新方案。王毅阐述了中方的4点主张。世界发展到今天，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共享发展机遇，谋求合作共赢。片面追求赢者通吃，执迷打造小院高墙，只会禁锢自己，割裂世界。
中方提出要建设和平安宁、发展繁荣、公道正义更加美好的未来。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风险挑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以合作促安全。大国尤其要做出表率，打破地缘政治小圈子，超越冲突对抗小集团，做世界团结的推进器，国际和平的压舱石。王毅还表示，要强化国际法治权威，抵制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反对单边制裁等霸权行径，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针对人工智能，王毅指出，中国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将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第79届联合国大会10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未来峰会是本届联大期间备受瞩目的重要高级别会议。峰会为期2天，通过了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宣言。在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面对全球冲突动荡、发展失衡、治理失序等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团结而非分裂，合作而非对抗。归根结底，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愿以本次峰会和本届联大为契机，推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同世界各国携手同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更加和平美好的明天。俄罗斯轰炸机在阿拉斯加西海岸附近飞行的话题。据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消息称，俄军2架战略轰炸机在美国阿拉斯加西海岸附近的白令海中立水域上空飞行，飞行时间逾11个小时。泽连斯基认为，必须透过实际行动制止俄罗斯。Ukrainians are wounded and killed every day. Today, once again, Russian bombs hit residential buildings. Even an ordinary bread factory became a target. What's so threatening to Russia about making bread? Action is needed. 泽连斯基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访美，他将与所有盟友讨论乌方为俄乌冲突制定的胜利计划。据美媒报道，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包括请求盟友强化援乌武器的打击能力，允许乌军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谈到胜利计划时，向记者表示，目前有许多不同的信息，其中一些还互相矛盾，毫不可信，我们持审慎态度。此外，有美国官员24号表示，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总额约3.75亿美元，这其中包括带有集束弹药的空对地炸弹、海马斯高精度火箭炮系统的弹药、标枪导弹和其他反装甲系统等军事装备。据了解，美国对乌克兰近60亿美元的支持资金将于本月底到期。美国国会正讨论是否延长国防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权限。据报道，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62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称，俄军2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在苏 30SM 和苏 35S 战机的护航下，在美国阿拉斯加西海岸附近的白令海中立水域上空飞行，飞行时间逾11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俄空天军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使用空域的国际法规。另外，俄罗斯特维尔州一处火药库上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巨大爆炸。近日，有网友披露了爆炸前后的卫星图片，显示损毁严重。报道指，爆炸发生后超过1万名居民撤离，当地居民形容爆炸威力等同于小型地震。除了军事设施，还有铁路被毁，不少民宅也在爆炸中损毁倒塌。此外，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24号的政府会议上表示，尽管俄罗斯经济依然是面临着巨大挑战，但经济并未下滑，仍在上涨。米舒斯京在当天的会议上指出，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经济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今年前7个月，俄罗斯的 GDP 增长了 4.4%， 是去年同期的2倍之多。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建筑和农业等实体经济，同时失业率也持续下降至 2.4%， 处于历史低位。
米舒斯京还宣布，从明年起将最低工资上涨16.5%，而这一措施也将增加超过400万俄罗斯人的工资。Не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рост мирового ВВП замедляется. Такую оценку да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валютный фонд. В странах зоны евро этот показатель и вовсе может не выйти за 1%, что говорит даже о признаках стагнации в этой групп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т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испытывает колоссаль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Пакеты санкций,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продолжают расширяться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Появляютс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финансовые и прочие вызовы. 美台年度的所谓防务工业会议在美国召开，聚焦美国对台军售等议题。而就在此前一天，美26家无人机制造商扎堆窜台，美台新一波军事勾连动作引发各界关注。第23届美台防务工业会议23号在美国费城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将深入讨论如何强化台湾的所谓防务与安全。会中还将特别关注对台军售、双方防务工业合作生产以及如何解决采购武器的延迟交付等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叶小迪对深圳卫视分析，这恰恰暴露出美国妄图掌控全世界各方的军事利益的虚伪性。事实上，台媒之前已有报道过，美援台军事物资多有过期发霉的现象，真正获益的只有美国军火商，台当局只不过充当一个提款机的角色。台湾当局其实花费了非常多的那个岛内民众的税收，去购买了大概200亿美元的军售武器，但是这个200亿美元的军售武器到现在都没有被交付，可以被看作是这个买家已付款，卖家不发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这个卖家呢，他还想通过这种开会的方式去延长他的发货期限，来拒绝这个买家的这个收货的请求。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对深圳卫视分析，2016年以来，美国军工复合体不断加强对台军售。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方面向台湾出售武器达到193亿美元；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对台各种军售也达到数十亿美元，都严重地违反了中美817公报中有关美国售台武器的相关规定。美国要进一步的去加强跟台湾的勾连。以满足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这个需要双方的话呢，互相的那个勾连，给我们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我们的祖国统一大业制造障碍。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26家美国无人机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制造商代表扎堆抵台，与岛内业界同行、负责武器采购和开发的军方官员以及其他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会面。有台媒披露，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无人机需求大增，但供应链赶制不及，加上很多零附件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美方想打造一个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26家厂商窜台，所谓合作，实际是寻找配件供应商和代工厂。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访团成员还包括生产臭名昭著的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的宇航环境公司。去年5月，宇航环境公司就曾跟随美国代表团访问了台湾地区专门负责军事技术和武器研发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和相关无人机企业，讨论台湾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状况。今年1月，中方决定对该公司实施制裁。去年，台军曾计划向美国采购弹簧刀无人机，引发岛内舆论热议。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就抨击弹簧刀是摆在每个台湾老百姓家门口的武器。有分析指出，弹簧刀攻击无人机的飞行距离和续航时间，决定了其只能近程作战。作战场景就是在台湾岛上，依托城镇和复杂地形展开作战行动。而一旦台湾岛沦为战场，最终牺牲的只会是台湾老百姓。对于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窜台，岛内舆论评论称又来骗钱了，合作伙伴是假，提款机是真。然而，台当局防务部门却抓住美国官方组无人机访问团窜台的时机，主动透露由台方研制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是款多功能无人机系统，还首度公开官兵透过手提电脑及遥感远距操作无人机的画面，但此型无人机仍在验证阶段，尚未量产。
外界注意到，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在无人机领域大做文章。赖清德今年3月尚未就职时，就参访了嘉义的无人机研发中心，鼓吹台湾无人机发展现在是天时地利及人和，盼台湾成为无人机供应链的亚洲中心。为此，当局经济主管部门近期还组建了所谓无人机联盟。不过，有分析直言，台湾地区目前无人机产量不高，想打入国际市场还比较困难，而且联盟内不乏泛绿政治色彩的经理人。中国国民党籍明代赖士葆就讽刺，该联盟充满了图利特定的绿油油们，就是要图利某些倾向于一些的企业，一做的企业都是绿油油的偏绿的企业。随着美国大选选举日期进入倒计时阶段，两党总统候选人日前都在摇摆州展开竞选，而民调显示选情仍非常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支持率微弱领先，摇摆州成为两人争夺的关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3号在宾州的集会演讲中告诉现场的民众，赢得了宾州就等于赢得了整个国家。近日，两党总统候选人日前都在摇摆州展开竞选，而民调显示两人支持率非常接近。据悉，继特朗普之后，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也将于周3前往宾州展开竞选。And we need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to go out. Just don't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We have to win Pennsylvania. Go out and make a plan to vote early, vote absentee, or vote in person on election day, but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We can't take any chances because our nation is at stake. Our nation is going to hell. 在宾州竞选期间，特朗普在聚光灯环绕下走进了一家超市，并替一名购物的女士结账。现场画面显示，特朗普在这名女士结账时递去了100美元。Here, it's going to go down a little bit. It just went down $100. We'll do that for you from the White House, all right? Thank you. All right, bye. Nice seeing you, everybody. Beautiful. 竞选以来，通胀问题一直是特朗普用以抨击哈里斯的主要一点。Chicken is way up. Canned fruits are up 27%. Butter is up 30%. Crackers. Who would think of it? Crackers. Crackers are up 40%. 据宾州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特朗普和哈里斯在该州势均力敌，哈里斯稍有领先，但幅度不大。哈里斯在该州的支持率为49%，而特朗普为47%。放眼美国全国的民调数据，过半数人都认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不是安全的选择。近来，来自美国华尔街和硅谷的大金主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的支持已经转化为明显的竞选优势。根据最新的联邦申报文件，随着美国大选进入最烧钱的这段时期，哈里斯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每天的支出金额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3倍。8月，哈里斯竞选团队平均每天花费750万美元，而特朗普竞选团队平均每天花费260万美元。此外，根据美国广告追踪机构数据显示，哈里斯阵营9月的广告支出为1.52亿美元，与8月相比增长了21%，是特朗普阵营支出的6300万美元的2倍多。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哈里斯已经缩小了特朗普此前在支持率上领先拜登留下的差距，并在部分摇摆州还略有优势。不过，双方的竞争仍然很激烈。此外，当地时间24号，美国检察官对本月15号刺杀特朗普未遂的嫌疑人瑞安·劳斯正式提出行刺主要政治候选人的指控。劳斯15号携步枪和食物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球场外蹲守近12小时，还未开枪就被特勤局特工发现。他曾手持步枪，透过铁丝网瞄准特朗普在打高尔夫球期间所要前往的地点。此外，他还留下一张纸条，描述了他想要杀死特朗普的意图。美国联邦检察官公布的一份文件还显示，劳斯在数个月前就曾写下一封信，其中描述了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并称要悬赏15万美元给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人。信中的内容间接坐实了他此前的行为带有暗杀目的。根据美国联邦法官的裁定，嫌犯劳斯在案件审理期间将继续被拘留，并且不得保释。劳斯的提审听证会定于9月30号举行。
在特朗普今年2次遭遇未遂暗杀后，美国参议院24号一致通过加强总统安全法案，旨在加强对主要总统候选人的安保。法案规定将加强美国特勤局对总统候选人的保护，使达到与现任总统同样的水平。此外，该法案还将总统级别的保护范围扩大到副总统候选人，并要求特勤局定期向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人报告候选人保护情况。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应美方邀请，9月18号至2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率团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并会见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此次中美军方高层举行面对面会谈，传递出哪些信号？两位战区主官又围绕哪些热点议题重点讨论？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会见时，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另据此次会议官网释放的消息，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强调了美中军方之间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以减少误解或误判的风险，并肯定了此次会议是推进落实中美元首去年11月旧金山会晤做出的恢复中美军方高层沟通的承诺。参会期间，吴亚楠还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参会代表进行双边会见或互动交流。有分析指，在当前中菲两国因南海争议关系紧张之际，中菲两军将领进行互动，说明双方有意愿保持沟通渠道，防止误解误判。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方连续2年出席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去年8月12号到18号，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林率团赴斐济出席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并访问斐济，期间与时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举行会谈。这也被视为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中方宣布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反制措施后，中美为恢复军事交流所做的一次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此轮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美方作为域外国家的介入是主要因素。去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多个方向向中国挑衅，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多次拿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南海局势挂钩说事。在菲律宾多次挑衅活动中，附近常有美军舰机活动。此外，美军还经常在南海展开所谓的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行动，实属火上浇油。今年5月才接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的帕帕罗也多次在相关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特别是在8月，帕帕罗声称美国舰艇可以护送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舰艇，这无疑将加大中美两军摩擦的概率。对此，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14号警告称，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争议，更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前南海局势局部升温反复，其根源在于菲律宾一再侵权挑衅、冒险妄为，在于美国不断拱火浇油、挑动对抗。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谁在南海兴风作浪，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都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反制。